俄乌冲突，土耳其变成美俄之间的支点，埃尔多安凭什么左右逢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俄乌冲突仍然看不到停止的希望。现在讨论谁是这场欧洲战争的大赢家，似乎还为时过早。有人说美国是最大的赢家，因为拜登通过拱火让俄罗斯陷入了一场代理人战争，而美国则借机吸引欧洲的热钱和制造业，强化了北约的地位，并且将欧洲进一步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但是美国同样因为俄乌冲突需要大量给乌克兰输血，战争所带来的能源价格高涨又加剧了美国的通货膨胀。至于有人说中国才是大赢家，那完全是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贸易国的误解。只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才是最有利的。那么到底哪个国家才是俄乌冲突中的最大赢家呢？其实现在已经非常明确了，那就是北约国家中的异类土耳其。乌克兰的军队正在使用土耳其援助的无人机和火箭炮打击俄军，普京却要把俄罗斯天然气在欧洲的能源中心建在土耳其。该国还是俄乌进行协商对话的中间国，甚至是美俄之间沟通的桥梁。埃尔多安竟然因为俄乌冲突而提升了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是赢麻了。土耳其最近看上去有点飘，该国的军队目前正威胁要对叙利亚库尔德地区进行陆上打击，从而挑战了他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并导致联合国担心军事升级。美国警告说，这样的军事行动会影响到反伊斯兰国的行动。俄罗斯也对此表达了不满，但是埃尔多安非常头铁，毫不理会。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俄罗斯和美国都有点惹不起土耳其，欧洲国家现在也不敢招惹土耳其。瑞典和芬兰在加入北约问题上已经被埃尔多安给上了一课。埃尔多安将自己定位为俄乌冲突中双方之间的权力掮客和和平缔造者，而土耳其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西方学者将俄土关系最近的动态总结为，今天的土耳其俄罗斯关系不是建立在信任、相互同情甚至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反，这种关系是基于尊重俄罗斯的诉求，双方的这种互信和兄弟情有可能对土耳其造成巨大损害。这种说辞听起来让人难以理解，这也说明了土耳其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或者说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关系。二战之后，土耳其与希腊一起成为了冷战的前沿阵地之一，他们一直寻求与美国结盟，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土耳其并没有从俄罗斯方向感受到威胁，而在保持北约成员国地位的同时，与俄罗斯发展能源合作更符合其国家利益。土耳其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通过贸易、能源和区域安全与合作得到了深化，这是西方无法阻止的。欧盟不愿意接纳土耳其，美国在打压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军火贸易，但是北约又离不开土耳其这个陆军规模最大的成员国。土耳其一直想成为一个区域强国，埃尔多安对库尔德人建国诉求所采取的打击行动需要有一个更加平衡的外交策略。于是埃尔多安一边利用国内对西方的怨恨情绪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一边与俄罗斯发展合作，捞取经济上的好处，一边还打击库尔德工人党，让美俄哑巴吃黄连。俄乌冲突目前还看不到和解的希望，但是只要出现谈判解决问题的契机，土耳其仍然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最好的沟通管道，同时也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最好的桥梁。埃尔多安其实并非什么和平天使，他只不过是更好地利用了土耳其的特殊地位，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左右逢源，成为俄乌冲突中的大赢家。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